嗨，大家好，我是生活在美国的 Sina，今天继续给大家更新我在新泽西州买房的进度。今早10点，第二家房贷银行的估价师已经来做了新的估价，估价报告需要3到13天出结果。先说为什么要换房贷银行，因为第一家银行的估价报告失败了。我买的房子我出价了93.5万美金。估价结果是96万美金，比我出的价还高，这本来肯定是好事，说明房子买的值，我没买贵。但是租金估价结果就非常糟糕，估价师用了最低的比较租金来做了市场租金的估价，比银行要求我的月租金少了好几千美元。也就是说，我要增加首付才能买到这个房子，我目前自然没有多于20%的首付。虽然新泽西的投资房目前确实没有任何的现金流，但是呢，也真没有第一个估价师估的租金这么的低。我之前已经说了，第一位估价师估价那天呢，看得出来他心情很不好。现在我大概也听说原因了，其他估价师收费750美金，他只收费400美金，薄利多销。经纪说我买的房子只隔一条街的另一个在售房，贷款估价也失败了。买家出价99万多的房子，只估到了94万，其实肯定也是贷不下款来。其实贷款估价失败，尤其是买房贷款估价失败，在新泽西州是很少见的。因为如果一个估价师总是估低价，总是让买家贷不到款的话，银行就会失去很多的贷款客户。那长此以往，哪还有银行敢聘用这位估价师，对不对？我的买房经纪在他过去这些年的职业生涯里呢，总共见过3次买房估价失败的案例。我买的这套就是第2次，我隔壁正在售的这套是第3次。不知道我隔壁这个不幸的买家呢，会不会跟我是同一个心情不好的估价师？虽然第一家银行贷款失败了，但是银行同意给我申诉的机会。要我自己提出证据去跟估价师抗辩租金。我的房产经纪呢，早已打印出了租金的 comps， 但是第一个估价师他连看都没有看。那我是一个非专业的人士，去跟租价师申诉肯定是没戏，所以我至今还没有填写银行给我的这份申诉表格，而是直接就换了一家贷款银行，重新开始贷款。因为如果第2家银行估价师的报告结果是好的，那我就直接用第2位估价师的报告去申诉第1位估价师的报告，这样又专业又省事儿。最后呢，再比较2家银行哪家给我的房贷利息更低一些。如果第2次估价报告也失败的话，那这个房子就是彻底买不成了，那申诉也是没有什么用。在我被 Uber 开除司机账号以后呢，我给 Uber 客服也是打了上百次电话申诉，这些申诉有的时候确实是真的没用。说回今早10点的第2位估价师，第2位估价师看得出来他心情不错，他一眼呢就认出他认识我的房产中介。我房产中介他自己也在新泽西买了好几套投资房，我房产经纪的其中一套房子呢，就是今天这位估价师估价的。所以呢，我的经纪和估价师他俩一见面就寒暄起来，气氛也都很好。我就这么远远的站着，让他们2个单独聊，就没我啥事儿了。这个估价师呢，他在给我经纪估完他的房子以后，做了一个大的手术，就休息了好几年，最近才刚开始又开始上班估价。那这个估价师呢，也不像上一个估价师嫌弃车库小啦、卧室小啦，而且看完房子还主动问我的经纪需要估到多少钱才能给买家拿到这笔贷款。就看今天这位估价师心情不错，我也就放心了。起码呢，能做的我全都做了，我也没遗憾。买房结果怎么样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如果真贷不下款来，买不到房子的话，我就把钱高息存起来，用来装修我的老房子，这样其实也不错。过10天左右会给大家更新第2次估价报告的结果，你们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回来看我在美国买房贷款的结果。最后是我自己画的，我买的这套房子的 floor plan 平面结构图。我去我们城市的建筑许可部门呢，说必须新建的房子才有蓝图，1970年盖的房子他们就没有，所以我只能自己画。今天还真的用上了。
请大家别笑话我画的图，我既不是学美术的，也不是学建筑的。你可以看出这个仅两家庭的这个房子的结构却特别的复杂，你看完一层就很容易忘了另一层。总共是7个卧室、3个洗手间、一个车库。第一位估价师呢说，这个图里面红圈里的2个卧室都太小，车库也太小，都不能算作卧室和车库。而且底层的这个洗手间，因为楼层太低呢，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洗手间，所以租金估价结果就失败了。而今天这第2位估价师呢，他承认全部的7个卧室、3个洗手间和1个车库。我大概10天以后才能知道第2次估价报告的结果如何。如果你对在美国新泽西州买投资房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更新我的买房贷款过程。这是我第一次写了视频的草稿，是不是比以前不写稿子想什么说什么要好一点？还是你觉得不写草稿会比较好？请你留言告诉我。我不会在我的频道里说买房投资很好了，大家赶快去买房。我从一个大概是澳大利亚的一个 financial YouTuber 那里听说到，你在那个 YouTube 上建议别人投资是违法的一种事情。我也具体不知道，但是就是说 I'm not financial advisor，你是不能够给别人提供任何的投资建议的。而且我从2016年到今天买房，经历了很多的不容易走过来的，我都不会随便给那个 YouTube 视频前不认识的你来推荐让你买房子。我不会说买房好，也不会说买房坏，我只是跟大家娱乐性质的讲我自己的经历而已，你就当听故事好了，不要太认真。另外一个原因，我不会推荐大家买房子，是因为我推荐我的一个好朋友在新泽西买房子，我因此失去了这个好朋友。这样的，我这个朋友呢，他曾经想在佛州投资。大家现在应该知道，佛州有一些 Airbnb 的那个爱彼迎的城市，现在房子卖都卖不掉，是吧？当时他问我，他说他存了一点钱，想在佛州买房投资。我是建议他，我说现在那么多人。包括特别是中国人、亚洲人涌入佛州去买 Airbnb 的那个短租投资房，会造成就是佛州这个房产的泡沫，到时候房子房价会降得很厉害。可能我现在也说准了。在有一些短租的法律出来之后呢，就是佛州有一些房子降价降得比较厉害，卖都卖不出去。所以当时我就跟他建议不要买佛州的房子，然后买新泽西的房子。我说因为我在新泽西买房子，所以我会建议你在新泽西买房子，其他州买房我也没有经验。然后呢，我这个朋友真的就在新泽西买房子，真的就听了我说的，在新泽西买了房子。他在新泽西买了房子，结果是他没有按时付房贷，他的房子面临 foreclosure 被银行拍卖。然后呢，他在没有付房贷被银行拍卖的时候，曾经跟我借钱。他跟我借钱的理由是说，就是因为我当时建议他在新泽西买房子的，所以他认为我应该负这个责任，我应该负他没有按时付房贷，房子即将被银行拍卖的这个责任，我应该借钱给他。所以你们也应该想到，他跟我借2万块钱，我是确实是当时是没有那么多钱借给他。我说到这里，就是说为什么我不会推荐任何人买房？那我现在就彻底的失去了这个朋友。所以他认为他不按时付房租是我的责任，是我要借钱给他，因为是我推荐他在新泽西买房，而没有佛州买房，就这样。所以我不会推荐任何人在新泽西州买房。其实我这个好朋友呢，我当时如果说仔细想一点的话，我真的是不应该推荐他买房子。为什么？因为他在纽约法拉盛住的时候，他跟我讲，他是经常晚交房租的那么一个人。他有的时候信用卡也会不按时付信用卡，然后他自己在法拉盛租房的时候的房租也会晚交1个月，就这样子。他就可能就是把他这个晚交租金的这个习惯带到了他认为房贷也可以晚交，就这样子。所以我当时如果稍微的，哎，Susie，Are you kidding me, Susie？所以
我都不应该推荐他买房子，因为他会觉得就是说房贷跟那个租金一样，都是可以晚交的。那房贷晚交，你的房就会被银行拍卖。还有什么？